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代言太挑剔，不接拼多，只选高质感大牌。网友直呼太有排面。赵丽颖代言不拼数量，只求顶级，稳扎稳打彰显品质与格局。她精挑品牌如打磨保健，每一合作都精准有力，用沉淀与从容重新定义明星代言哲学。赵丽颖这波操作，我是真服了。代言不拼多，拼的是稳扎稳打，那叫一个有范儿。你瞅瞅，别的明星一个劲往外牵，热闹归热闹，效果却扑朔迷离。他倒好，掐着几个顶尖大牌，待遇那妥妥的，牌面那稳稳的，气场强得让人心服口服。别说，这才是真正懂精致生活的代言哲学。这年头，娱乐圈代言如过江之鲫，谁都想往外摊牌。我签了多少多少款，我代言了多少多少品牌，听着是挺带劲，但转念一想，质量呢？效果呢？粉丝们心里有数。而赵丽颖显然是不一样的路线，她甭多，但必须顶级，必须能体现品质感和专业度，那待遇水涨船高了，整个品牌的形象就扑面而来，仿佛一股潮流巨浪，瞬间把消费者的心给卷走了。细瞧她最新那波代言，纪梵希彩妆，那配得上她的颜值和气质了。不随便，不胡来，选品牌要咬文嚼字，也得考察到底能不能配得上颖宝的名号。别看代言数量不多，但每一笔合作都像下了血本，大牌待遇一眼可见，那精致的服务，尊贵的礼遇，还有后台强大的资源撑腰，谁敢轻视？我还记得几个娱乐圈的拼命三郎，手里代言多得像发红包，一年下来替谁站台、出席、上镜多到过不过来，忙得跟猴似的。最后呢？现代言泥潭，品牌认知度赶不上胡乱曝光，形象反而割裂，粉丝反感，影响力打折。可颖宝稳稳当当的摊牌，像老谋深算的将军，精准计算下每一步棋，放狠招，拿实力堆砌成的代言架势，谁看了不服气？圈内人都在议论赵丽颖这代言精致派，背后其实透露着她的一种深厚功夫，不为浮躁所动，一切围绕品质二字打转。特别是经历了那几年的风风雨雨，她变得更从容，看得更透，不再盲目追求数量，更懂得如何让代言和自己的品牌形象交相辉映，完美契合。于是才有了今天这种待遇满满、牌面十足的大将风范。这可说是给当下娱乐界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别总盯着那些花里胡哨的流量数字，代言这东西也不是你花多少就能买到多大成功。一味撒网捞鱼，往往两头空。赵丽颖用行动告诉了我们，代言求精的思路多棒。代言求精不只是品牌定位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内涵和格局的展现，一场关于明星如何把自己品牌价值最大化的较量。甚至可以说，赵丽颖的代言哲学更像是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沉淀与品质才是长久的资本。你要是想靠泛滥式代言刷存在感，可能一时惊艳，长远看不靠谱。可颖宝稳稳地站在那个舞台中央，她的选择和她代言的品牌像两块暗战无声却信号强烈的磁石，牢牢吸引住了目标受众的目光。这不仅是代言，更是一场品牌与个人形象共振的完美合拍。看着他从恣意青春到沉稳大气，代言之路也刚好映照了他的成长轨迹。精挑细选，捂紧拳头，像打磨一把宝剑，越打磨越锋利，越舍弃越见底蕴。这份格局，这份从容，放到今天的娱乐圈，真是难得一见。那些跳梁小丑、吵吵嚷嚷的、话里藏刀的，咱们甭搭理，话走不看就是了。他们喜欢炒作，喜欢博眼球，我们喜欢质量，喜欢真实。赵丽颖她用实力说话，用代言告诉大家，明星该有的良心跟风骨，有态度才有未来。代言不拼多，拼品质，拼牌面，这样的思路，咱们没理由不点赞。这么看，赵丽颖这算盘，代言求精，
真心聪明。不是所有多都好，但精确是硬道理。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明星代言不单是数字游戏，更是品质的战场，是价值的较量。从他身上，我们读到了一种智慧，一种沉稳，一种真正能触动人心的力量。真心期待他之后，能在更多顶级品牌的助力下，撑起更宽广的娱乐圈天地。赵丽颖代言风格一向引发关注，这次因为不接拼多而被讨论，也再度证明了她作为高奢代言人的敏锐选择与清晰定位。在这个信息过载、流量至上的娱乐时代，许多明星为了曝光频接代言、拍广告，甚至不惜接地气去迎合市场。但赵丽颖却始终坚守品质与品牌调性之间的平衡，从不盲目追求数量。她对代言的挑剔，正是对自己作品和观众最起码的尊重。赵丽颖代言的品牌，多数都是国际大牌或者口碑极佳的本土品牌，不仅仅是为了牌面，更重要的是她通过这些品牌展现了自己的个人气质与公众影响力的成长轨迹。早年间，赵丽颖也曾因为出身农村、长相甜美被贴上土气接地气的标签，但她从未急于摆脱这种标签，而是用一步步的作品积累，逐渐在大众心中建立起稳固的形象根基。她不是通过刻意改变来迎合高奢品牌的标准，而是靠实力与魅力让这些品牌主动靠近。这一次不拼多的选择，并不是对平台或品牌的贬低，而是赵丽颖个人风格与事业定位的延续。她始终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清楚什么最符合自己的品牌价值。每一份代言，每一张海报，每一次亮相，赵丽颖都追求极致的视觉统一和形象完整。从纪梵希全球代言人到高定品牌走秀的合作，每一个动作都不是随意拍板，而是经过团队与她本人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她对代言的苛刻也为她赢得了更多商业品牌的尊重。一个代言人如果频繁出现在各类廉价广告中，虽然曝光高，但反而容易稀释自己的品牌影响力。而赵丽颖始终保持代言质量，形成了独属于她的代言气场，也因此成为品牌方眼中的高端流量代表。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起来的光环，而是她用10几年的努力与坚持换来的高度认可。网友们看到赵丽颖这份挑剔，很多人不仅没觉得高冷，反而纷纷点赞，因为她不只是明星，更像是为行业注入品质信仰的代表。她用自己的职业路径告诉大家，流量和商业并非只能靠堆积数量赢得胜利，而是可以靠质感与信任打动人心。在商业合作的选择上，她始终如一地坚持着少而精，这份坚持难能可贵，也让赵丽颖在整个代言生态中脱颖而出。这背后还藏着赵丽颖对公众人物责任感的深刻认知。她深知自己代言的每一个品牌都有粉丝和普通消费者会因为她而关注甚至购买，她不愿意为了短期商业收益而去代言没有品质保障的品牌。对她而言，每一次代言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对粉丝和消费者的一种承诺。这种珍视观众信任的态度，也让她的代言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赵丽颖的形象一路走来，从早年的甜妹进化到如今的高奢妙思，不再依靠颜值或风格标签生存，而是靠着一个又一个令人惊艳的时尚造型，一个又一个专业精致的代言项目打破偏见，刷新高度。她既可以穿着月白古裙宛如水墨仙子，也可以在纪梵希大片中一身西装冷艳沙场，每一次亮相都让人惊艳。这种造型上的多变和张力，也是她能够持续吸引高端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说，赵丽颖如今的代言格局，是她一路走来的积淀，是专业主义与审美高度的集体体现。她没有急功近利，也没有盲目迎合，靠的只是踏实稳进的步伐与不妥协的审美追求。而这种稳中求胜的姿态，正是内娱市场所稀缺的清流。她也用自己的例子，为很多新生代艺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榜样。你可以起点不高，可以起步慢一点，但只要坚持作品质量，坚守自我风格，
你一样可以赢得属于自己的尊重与天地。在代言选择的背后，是赵丽颖对长线价值的深度理解，也是她对口碑资产的长期经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也许你喜欢的是赵丽颖的长相，是她在剧中的某个角色，是她的某一次穿搭惊艳了你。但真正让我们始终关注她、支持她的原因，是她那种从不随波逐流、始终坚持自我的态度，是她用10年如一日的努力告诉我们，实力终会被看见，坚持终将开花结果。她不是最幸运的那个，却一定是最踏实、最清醒的那个。未来的赵丽颖还会带来怎样的代言惊喜？她的选择一定不会随便。我们不妨一起期待她下一次的高光时刻又将掀起怎样的讨论热潮。在她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一个优秀演员的崛起，也看到一个女性在时代变迁中以坚毅、自信、品味和实力一步步打破呈现，走向更高舞台的过程。愿我们也都能像赵丽颖一样，无惧标签，从容破局，始终向光而行，不为婆话所困，不为流言所扰，坚持走自己的路，成就自己的光芒。王一博封神巴黎高定夜，3大奢牌力捧，生图惊艳全场。当巴黎左岸的霓虹与塞纳河的晚风交织，2025年秋冬高定时装周的秀场外，一道东方身影正以颠覆性姿态改写国际时尚规则。王一博，这个27岁的中国男孩，用3场顶奢大秀、8套未发布高定，以及一张被外媒称为360度无死角神图的脸，让全球时尚圈再次见证何为中国顶流现象级。亮片刺绣斜纹软的外套内搭露空白衬衫，燕子胸针点缀左胸，这只象征自由突破的金属鸟，恰似他从攀岩岩壁到高定秀场的跨界轨迹。当设计师 Virginie Viard 在谢幕时主动握手，镜头定格下这一幕，东方面孔与法式优雅的握手，是顶奢对文化转译者的最高礼赞。更颠覆的是，他同时以 Lacoste 全球代言人、Loewe 全球代言人、Chanel 全球大使身份，横跨3大顶奢集团，打破竞品排他行业潜规则。外媒 WWD 惊叹，这是内娱商务史上的奇迹，更是国际时尚圈对中国市场的新认知。双引号，蓬松羊毛卷在闪光灯下泛着栗色光泽，冷白皮与黑色软呢外套形成极致对比。外媒镜头对脸拍摄时，他插兜转身的瞬间，下颌线比香奈儿高定剪裁更锋利。双手揣兜听秀导讲解时的松弛感，离场时卷发被风吹起的起风了画面，这些未剪辑的原始素材，在粉丝站 A Global Fever 的剪辑下，24小时内播放量破3亿。王一博生图话题登顶12国热搜。巴黎的夜空下，这个27岁的男孩正以3奢在身的姿态，书写属于中国艺人的国际时尚新篇章，而他的故事才刚刚进入高潮。在这个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娱乐圈，能够真正做到出圈并非易事，而王一博却一次又一次打破外界的固有认知，成为现象级人物。他在巴黎高定周的封神之夜，不仅以3大奢牌头牌嘉宾的身份亮相，更凭借无修生图杀疯全网，让无数网友、媒体、业内人士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男艺人。他不是简单的流量代表，也不是短暂热度的偶像，而是一个真正凭借实力、审美与影响力，步步为营登上国际舞台的全能代表。这一晚，王一博以香奈儿、迪奥、LV 3大奢侈品牌的头牌嘉宾身份现身巴黎高定时装周，已然证明了他在国际时尚圈的地位非比寻常。要知道，这些顶级奢侈品牌向来对嘉宾选择极为严苛，不仅仅看流量，更看品牌调性匹配度、时尚影响力与国际传播力。而王一博的出现，直接让这场本已星光熠熠的高定周，瞬间变成了全网关注的焦点。无论是他身穿香奈儿定制西装，在镜头前展现出的自信从容，还是 LV 活动中一身简约造型中展现的高级质感，都让人惊叹。他
他是为时尚而生的，仿佛走上秀场就是他的主场。这次巴黎之行，王一博不仅是品牌方的宠儿，更是全球时尚媒体的焦点。众多外媒镜头对准他，未经修饰的高清生图，在社交平台一经发布便引爆话题。生图中，他的皮肤状态、五官立体感、镜头表现力全现再现，甚至比经修图还令人惊艳。这种从镜头中自然流露出的时尚感，不是靠造型师或者修图师强加的，而是一种从内到外融合气质与态度的真实表达。值得注意的是，王一博这次并未做过多发言，也没有过度营业，他选择了极其克制、安静却有力的方式回应了外界对他沉寂没作品靠时尚圈刷脸的质疑。他的沉默是一种态度，他的出现本身就是最强的回应。真正的实力无需言语，时间和成绩会替他说话。这种不争不抢，却靠实际一步步登顶的方式，恰恰是他与当下很多浮躁流量的最大区别。在巴黎高定夜后，不少网友用封神杀疯真正顶流来形容王一博，甚至有人直言，他不仅撑起了中国男明星在时尚圈的门面，更刷新了国际对中国年轻艺人的认知。这些声音不是盲目追捧，而是大众在一个极度卷、极度挑剔的审美语境中，对真正有质感、有风格、有影响力艺人的自然认可。而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来看，王一博的封神夜并不仅仅是个人成就的高光时刻，它更象征着中国青年艺人在全球时尚语境下逐渐拥有话语权的现实写照。当一个27岁的中国青年能够在法国巴黎世界时尚中心以一己之力让王一博3个汉字登上各大国际媒体热搜榜单，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王一博用他的沉稳与坚持，让世界看到中国艺人不再只是东方的异域符号，而是可以与世界并肩的创意力量。在过去的1年中，王一博经历了不少争议与沉寂，影视作品暂时告一段落，舞台活动减少，频繁被质疑失势失热度，但他并没有急于用短期的曝光来维持话题度，也没有仓促接戏讨好市场。他选择了沉淀、积累、审慎选择方向，直至巴黎之夜这一刻爆发，以最有力的方式重新站上聚光灯之下。这种耐得住寂寞、看得清未来的心态，或许正是他在浮躁时代中越走越稳的关键所在。从陈情岭中的蓝忘机，到现实生活中坚持公益、热衷摩托运动、跨界时尚文化的王一博，他从未用任何标签束缚自己。正如他所说，我不想被人定义，我想做真实的自己。他的每一次出场，每一个决定，都是基于做自己的理念出发，而非迎合大众期待。这种清醒、自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让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踏实，也更加令人信服。对于支持他的粉丝来说，这场巴黎高定周不仅是一次视觉盛宴，更是一次情绪价值的释放。在长时间的沉默与等待之后，这样一场杀疯级别的高光时刻，让所有质疑都化为云烟，也让所有坚持与守候都变得值得。而对于路人或者还不了解他的人来说，或许这正是一个重新认识王一博的契机。他远比你想象中更丰富、更有深度，也更值得敬佩。最后，想对屏幕前的你说，无论你是不是王一博的粉丝，都值得关注这样一个在喧嚣世界中依然坚持本心、不被定义的年轻人。他不是最会炒作的艺人，但他一直在用作品、用行动、用态度回应质疑。他不是最话题不断的人，但却能在最关键时刻靠自己封神。他的光芒或许不是那种耀眼到让人炫目的类型，但却是一种日积月累、由内而外、穿越争议与浮躁后仍能打动人心的存在。未来的路还很长，但从巴黎之夜开始，王一博的这场逆风高飞已注定写进中国文娱与国际时尚交流的历史，也写进每一个愿意相信、坚持与努力的人心中。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沉得住气，走得出光。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